這裡是被稱為地球最美麗的山痕之一，行走在絕壁棧道之上，仿佛漫步雲端，四周是拔地而起的擎天峰柱，每走一步都是驚心動魄。沿着陡峭的階梯往下走，瞬間又進入到另一個世界。這裡瀑布轟鳴飛瀉，地下暗河奔湧，抬頭只見一線天，這是直插地心的裂痕，是時間刻下的絕美印記。今天就跟我一起探秘這世界級的地質奇觀恩施大峽谷。離開了重慶奉節漢夔門，我就駕車前往恩施大峽谷，距離75公里，需要1個小時39分。恩施在這段時間呢，經常下雨，所以趁下雨天，我就在這個停車場休息了一天，等到天晴才開始遊覽。做了個雞蛋青菜麵，吃完之後逛景區。從停車場到遊客中心，還有免費的公交車可以坐。今天的遊客真不少啊！現在準備坐地面纜車了。已經來到七星寨的大門了，其中大部分遊客都是坐纜車上去。這邊呢是步行上山的入口。剛剛從停車場到七星寨啊，坐了3次車。從停車場坐公交車到遊客中心，從遊客中心坐地面纜車到雲龍地鳳，然後再坐這個車到七星寨。這個七星寨的大門呢，看起來還是挺壯觀的。走，現在徒步上山。恩施大峽谷要比恩施市區啊涼快很多。剛剛停車場那裡呢，海拔大概是980多，這裡的海拔是1490多。剛剛觀光車啊，就幫我們攀升了500多米。看一下這後面絕壁棧道，這就是上去七星寨的徒步路線了。我是買了湖北旅遊年卡，所以原本150塊錢的門票呢就可以免了。但是景區裡面還有觀光車，還有地面纜車，這個加起來呢需要50塊錢，這個就不能免了。恩施大峽谷是一個大景區，有很多區域啊還沒有被開發出來，現在開發出來給遊客遊覽的主要有2部分，七星寨和雲龍地鳳。我們早上逛七星寨，下午逛雲龍地鳳，所以說要一整天。從這裡往上看，有一點望而卻步啊，並不是因為它危險啊，而是因為這樣爬起來呢有點太辛苦了。不過整條棧道呢是修得比較規整，沒有什麼危險性，就是有點費腳。棧道旁邊的絕壁啊，都是用鐵絲網圍着，怕有落石砸下來啊。繼續往上面走，其實要攀升的也就是這一段了，走到那上面呢，基本上就是平的了。看一下這邊螺旋狀的絕壁棧道，大概還有幾十米，繼續往上面走。這個絕壁棧道啊，看起來好難修哎，都是要在這個絕壁上啊打孔，然後插上鋼筋，灌注水泥。這麼修下來的話，成本啊肯定很高。看一下這邊，就是用這樣的鋼筋水泥啊來固定。恩施大峽谷到底有多大呢？它整個峽谷全長啊是有108公里。看看這懸崖峭壁，這裡就是被稱為世界地質奇觀喀斯特地形地貌的天然博物館。這裡已經很高了，看一下這下面，腿腳都有點發軟了。這裡呢是一條山體的裂縫，這不就是一線天嗎？剛好被這些鐵絲網啊給擋住了。再看一下這一邊，對面的山上呢，竟然還有一些村子，而且在正前方啊，還有2棟高樓啊。
看一下這座山的上方，這裡啊竟然還是一塊田地。這裡到處啊都是裝着攝像頭，遊客一旦有什麼情況啊，景區的人呢就會立馬發現。這裡還被堵了一道圍牆，這裡面呢就是一個洞，只允許工作人員進去裡面。現在繼續往前面走，這一座就是被他們稱作神仙峰的石柱了，而且上方啊還有一棵迎客松。這根石柱原來啊是跟這個山體連在一起的，經過後期的風化還有溶蝕，就使得和原來的山體啊脫離了。從這個角度更好看了，你看原來這個石柱呢中間呢還有一條裂縫。來到第一個平台了，由於這裡是處在七星寨的最南邊，所以叫做南天平台。在這下方啊還可以看到一個村子，叫做麥里村。而且就在這旁邊呢，還有一條河流，叫做趙雪河，是清江源頭之一。往遠處看，還可以看到獨筍峰，這是影視劇《怒晴湘西》中的平山原型。從這裡開始啊，路就比較平了。這裡竟然還有那麼多房子，他們還可以把車子啊開到這裡來。不過，雖然呢可以把車子開到這裡，但是他們呢卻進不了景區。看這個位置，有一道鐵門，是和整個遊覽步道啊是隔開的。我感覺好像之前呢在這裡開車經過，是在2023年的時候，當時經過這裡，但是沒有拍視頻。你看在那裡呢有一個門，是在一道峽谷當中啊穿越過去的，所以說對這裡啊印象有點深。這裡就是樓門石浪，就是小型的石林，前方啊還有石崖迷宮、土司城堡，會更加壯觀一點啊。看一下導覽圖，現在是在這個位置，剛剛啊就是走了這一段啊，從這個七星寨景區入口一直爬那個階梯，來到這個地方，前方還有石崖迷宮、玄關高升一線天、絕壁長廊等等，一直到這裡，相當於走了1/3。這個位置是索道的上站，現在還要沿着這邊的階梯啊繼續往上面走。這裡還有滑竿可以坐呢，據說排完全程啊要1000塊錢。看看這裡的石頭，像不像是在穿越石林呢？因為這裡的石林呢比較矮，所以叫做石崖，走在裡面像迷宮一樣，所以叫做石崖迷宮。這裡面確實像是迷宮啊，而且有些石頭很薄。這裡也是挺窄的，只能過一個人啊。那繼續往前面走呢，還有300多米就到一線天了。這裡有一塊石頭，大家看一下，這像什麼呀？像不像是一口石棺？所以說他們把這裡叫做玄關高升。一線天還有260米。早上出來還有太陽，現在啊变成陰天了。雖然景色就沒有那麼好看了，但是空氣啊會比較涼爽一點。到了，這就是一線天。這個一線天呢，窄到連天都看不到了，確實有點太窄了。全部都是用鐵絲網啊網着，怕上面有石頭掉下來。到了這邊呢，就有一條階梯，開始往下走。走在這個一線天裡面呢，特別涼快。從一線天出來之後啊，這邊又是絕壁棧道了。從這裡往下面垂直距離啊300米。這條絕壁棧道全長488米。有恐高症的人啊，有另外一條道可以走。如果說把這裡修成玻璃棧道啊，那就真嚇人了。剛剛爬上來的時候呢，已經體會過了，所以說在這邊呢，可以走得相對來說比較從容一點。在這個轉角處，風特別大。此時此刻要是有太陽的話，往下面看的景色
就會更加好看了。看到下面有一條溝了嗎？那就是等一下我們要去參觀的雲龍地鳳。哇，看到這一段確實有點腿軟了，但沒有辦法，還是要繼續往前走，已經沒有回頭路了。這裡的海拔已經來到了1690多了，比剛剛七星寨寨門那裡啊又高出了200多。看一下這一段驚險吧，然後再往下面看。哇，前面有一個觀景平台，竟然是坐在一根石柱的上方，看起來岌岌可危。长廊啊，长廊为对齐。看一下現在的位置，已經來到這裡了，相當於是走了一半。我是早上從這裡出發，當時10點鐘，現在是12點17分，走了2個來小時。那接下來最少還有1個半小時。從這裡走到恩施大峽谷核心景觀一炷香啊，還有1.6公里。前面還會經過迎客松。哇，這上面還有一座酒店呢。這裡相當於是一個中轉站了，可以在這裡吃點東西。那你給我來一根小的，小的，然後再加一根玉米。玉米多少錢？玉米給你8塊錢一個嘛。好，我就坐在裡面吃吧。在這裡先吃一點東西。這邊我給你的金線蓮哈，有點燙是吧？我給你用鉗子穿起來哈。啊，用什麼？鉗子穿起來。可以，謝謝啊。這是什麼茶呀？這個是金線蓮。金線蓮。金線蓮是我們這裡最好的藥材。所以這不是茶。不是茶。對，是一種藥材。這個排骨可以先吃，臘排骨。香啊！這一邊還有空中滑索可以體驗呢。我以前在江西啊體驗過一次，非常恐怖啊，真的是命懸一線的感覺。繼續往前走，還是徒步啊比較有安全感啊。看看這空中滑索，這個回去了。這個看起來呢要安全一點了，因為它的繩索比較多。這一邊的絕壁棧道啊還蓋着屋頂呢。一炷香還有1.1公里。在這裡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雲龍地鳳，而且就在這下方啊還有一座電梯呢，就在電梯的旁邊是一座瀑布。在這一面的山壁上呢，也是有一根石柱，只不過呢是挨着山體，特別高。這裡正對面呢就是有很多山體裂縫。看一下這個位置，特別奇特哦，一根小石柱立在這裡。這個地方他們叫做雌雄谷，應該就是這2塊石頭了。這一塊石頭像不像是一只鳥呢？它們叫做相思鳥。這上面呢還有峽谷鱷，也就是這一塊石頭啊，確實是有點像鱷魚的尾巴，鱷魚的頭呢在那個位置。這裡還有一個七星觀景台，是往這邊走。原來七星寨啊也叫做七金寨，是因為這裡啊有7個非常驚險的寨門，每個寨門呢都有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之勢啊。由於這7個寨門的分布啊有點像北斗七星，所以呢又叫做七星寨。這就是那一棵迎客松了，不過看樣子呢這棵樹啊好像已經枯死了，看來應該要趕緊打吊針了。
總體上看起來，這棵迎客松啊，還是差點意思啊，還沒有下面的景觀那麼好看。一炷香應該就是在這下方了，恩施大峽谷的鎮谷之寶。這一邊還有一個觀景平台，也過來看一下啊。有可能這個呢就是一炷香了，只是從這裡呢是另外一個角度看。這裡好多人在拍照，應該就是一炷香了，在這個方向。謝謝啊，謝謝。哇，果然是。就是这一根了，形成于2亿多年前的一个地質奇觀。它上面寬，下面窄，最寬的地方啊，直徑6米，最窄的地方呢，直徑4米，總的高度150米。為什麼能夠在這裡屹立億萬年而不倒呢？是因為它只有豎向的裂縫，而沒有橫向的裂縫，而且它的石頭啊密度比較高。現在換一個遠一點的角度來看啊，剛剛有點太近了，在這裡看呢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，非常的壯觀啊！看一下下面窄一點的地方，顯得岌岌可危啊！用手機來拍一個豎屏的照片。看完了一炷香之後呢，從現在開始啊，就是一路往下面走了。在這一邊呢，還有一條老的遊覽步道，不過看起來呢，好像沒有什麼人走了。台階上呢，都長滿了草。哇，這個厲害！從這個門樓出來之後呢，還可以看到一炷香。往前面走走看，在這裡看呢，顯得更加的岌岌可危。我來拍一炷香，我右手邊靠牆可以看得很清楚啊。下面呢是非常細。免費拍照，免費領取5份的明信片。這個位置啊，只有這麼一點，很可惜啊。那裡面呢是進不去。由於這根石柱啊被景區命名為一炷香，所以呢就顯得更加的神聖了。繼續往下面走呢，還有雙子塔、大地山川、母子情深。就在懸崖峭壁上啊，還有一條遊覽步道，可惜在這裡啊是被封起來了，上不去，所以呢只能往下面走。看一下這邊的懸崖峭壁都被鐵絲網啊給網起來了。往這個位置看，上面呢有個圓圓的東西，看起來啊像是馬蜂窩。看一下這一面懸崖峭壁，上面呢有個 V 字形呢，看樣子呢像是想將這兩座山啊連接起來，但是後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停工了。難道這裡就是雙子塔嗎？眼前呢就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山門，目測啊有好幾百米高。看來景區啊原計劃確實呢是想將這兩座山呢連接起來，這是模擬圖修好的樣子。從這裡往回看啊，景色也是相當的不錯。果然是大地山川，眼前呢就是一個巨大的川字了。這裡還有一個景觀呢，叫玉筆峰。可是這跟圖片上的介紹啊完全不一樣，有一點貨不對版的感覺。現在就要連續往下面走1公里多，回到另一邊的遊客中心。原本走到這一段呢是可以坐扶手電梯下去，不過呢要另外買30塊錢的電梯票。不過我呢還是選擇徒步下山，這裡落差大概400米。終於走下來了，再回首一下這些石峰、石林、石柱，
確實是神奇啊！這下面就是遊客中心了。現在坐車去雲龍地方的入口。到了索道下站了。哇，这下面就是地放了。地放景区的入口。雲龍地放，好多人在這裡拍照打卡。這座橋啊，叫做雲龍風雨廊橋。我們站在橋上面呢，往下面看一下。哇，峽谷幽深啊！這個雲龍地放啊，最寬的地方呢有120米，最窄的地方呢也有20米，高度從60到160米不等，全長啊有4公里。看一下這邊，還有一座瀑布呢。10連五彩黄龍瀑布、彩虹瀑布、碧河橋、雲龍瀑布。按照路線往前走，現在是下午3點鐘，依然還有這麼多人呢。對面呢就是10連了，看起來呢就是有點類似鐘乳石，但是上面呢長了很多苔藓，又乾了。就变成灰色了。從這條廊道走過，有點像是穿越水簾洞啊。這裡呢是有滴水，這下面還有一個洞，也是在滴水。這個地方有點意思啊，這下方還有一個洞。有人的登山杖掉下來了。來到一處瀑布，好多人在這裡打卡拍照。這是五彩黃龍瀑布，這就是剛剛走過的那座雲龍風雨廊橋。為什麼叫黃龍五彩瀑布呢？瀑布的底下岩石是黃色的。走在這遊覽棧道上面呢，不停地在滴水，地板都是濕的。前天下了一場大雨，所以水質啊變得不是那麼清澈了。走在這個地方裡面呢，空氣濕度相當高，也非常涼快。這座是叫做彩虹瀑布，可是今天的天氣啊看不到彩虹。就在旁邊呢，還有2橋同框，一座公路橋，一座吊索橋，場景非常有意思啊。這是叫做碧河橋。全長22米，寬2.5米，高度20米。往這邊看，景色相當美啊！峽谷胜景。這條地放啊，它是形成於2億多年前。在以前呢，這個地放啊，本來就是一條地下河嘛。由於水流的衝擊和侵蝕啊，上面的部分呢就塌下來了。變成了一條地放。繼續往前面走，這裡一路上啊都是景觀，真的是一步一景啊。這下面有一個觀景平台，可以同時看到2座瀑布哎。在那邊呢，相當於是在瀑布底下穿過了。走，從這裡上去。這個叫林芝玉葉，說的就是這個了。在赤黃色的岩壁上啊，出現一片綠洲。這一座瀑布水流還是有點大，不過呢是在洞裡面過，不會被水潑到。在這個位置啊，可以同時看到棧道、瀑布、橋梁，還有纜車，景色十分的別致啊。雲龍暗河啊，是全世界已經探明的最長的地下暗河，全長啊有50公里。裡面呢還生長着一種魚，叫做洋魚。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段長約4公里的地放啊，就是屬於雲龍暗河上面塌掉的那一部分了。所以呢，就形成了一道 U 型峽谷。這個雲龍地放啊，也是被稱作地球上的一道美麗的傷痕。
大家看一下這個位置啊，像不像是一個面具？在我看來啊，很像是一個骷髏骨啊。他們是稱作傩戲大劇場。繼續往前面走，這個是叫做石湖轎子，完全看不出來，太牽強了。這個地方他們叫做林之壁，就是這裡啊。看一下這一面山壁，看起來很普通嘛，沒看出來哪裡像林芝。河神說的就是這一塊石壁，有點像人的臉啊。群龍戲水指的就是這個位置，就是一些鐘乳石。就這樣，這龍頭，我一回头我就看出来了。这兒啊，這裡有一些由鐘乳石形成的一些小的石洞，從這裡過來。雲龍地方景色啊，確實沒得說啊，只是走了一天了，感覺有點累了。來到電梯的下方了，電梯的形狀啊，看起來有點像小蠻腰啊。它的高度呢是有125米。這裡還有2座瀑布，一大一小。哇，其實這座瀑布的下方啊，還有徒步棧道呢。只是從這邊呢過不去。其實呢，還有另外一種方式可以上去，就是在電梯的旁邊呢，有懸崖步道，就是在這個方向，125米。坐電梯的話呢，需要30塊錢。那我選擇走路上去。既然是徒步恩施大峽谷，就要做一個完整的徒步，哪怕是最後125米，我也要爬上去。儘管走步道上去的人啊不多，但沒有關係，就剩下最後這一點點了。在這裡啊，還有一座小型的瀑布呢，就在懸崖棧道的旁邊呢。終於上來了，125米，相當於30多層樓呢。返回遊客中心，乘車處還有1.2公里，到了乘坐地面纜車的地方了。回到停車場了，今天總共走了26000多步。那今天的恩施大峽谷徒步之旅到此結束，我們下一條視頻再見，拜拜。